前世我被唐七陷害，被你厌恶，被师姐们视为仇人。你毁坏宗门重宝，可知罪否？这一世，我韩萧不念旧情，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。我知道你个棒槌！放肆！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人证物证俱在，你不仅不承认，而且还敢对长辈无礼，实在是罪加一等，还不跪下！耳听为虚，明明没有物证就想要逼迫我认罪，在你眼里，我就是一个可以让人践踏的玩偶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无底线的包庇你的好徒弟，你根本不配做我的师傅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小七和你师姐还会说谎不成？他们可不像你一样虚伪，你装成这副模样给谁看？既然你想用不屈来表达对我的不满，那我就告诉你好了，在小七面前你什么都不是。师尊，您就饶了师兄一回吧，他可能是太害怕了，又嫉妒我总是被大家宠爱，所以才会嫁祸于我的。前世你屠戮玉清宗满门，将师姐练成傀儡，囚禁柳疏影，沦为玩物，有脸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小七，你就是太善良了，所以才有奸人敢陷害你。你不必为他求情，今天我就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师尊不要啊，师兄也只是一时糊涂，请您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也罢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就饶了这个孽障一回，还不赶快给你师弟道谢！真是个没教养的东西，当初就不应该把你带回来。好一个冰清玉洁的师尊，师门里的脏活累活哪一件不是我做的？若非如此，你也没有超然世外的资本。反倒是你，自我拜你为师，你就几乎没有履行过师尊的职责，只会纵容你的徒弟针对我、羞辱我，从始至终我都不欠你什么。我把你从荒山中带回来，让你不用流落荒野，已经是天大的恩情。没想到你还敢心存怨念，如此的不知足，我要你何用？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立刻跪下向你的师弟道歉，并接受惩罚。今天的事情就能一笔勾销。我已经说过了，是唐七故意损毁重宝，嫁祸于我，我绝不背负这莫须有的指责。好，好，好，事到如今你还敢冥顽不灵，还敢攀咬小七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别怪我动用问心审判了。使不得，韩萧即便有错，却也是宗门最优秀的弟子，他为宗门做出了诸多贡献，不如小查大一番，莫要动此机防啊！不必多说了，我意已决。快看，是玉清宗的公开处刑！我的天，这不是百宗大会的冠军吗？我认识他，他叫韩萧，几乎无所不通，是我见过最妖孽的家伙。玉清宗这回可真是舍得了。韩萧，你损毁宗门重宝，污蔑师弟，罪无可恕。我现在宣布对你的判罚：受大神鞭刑100，撕破牙上跪坐3年。大神鞭刑100，那是要打碎神魂啊！而且根本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即便真是韩萧干的，这惩罚也太重了。我有异议。结果已定，你想求饶也已经晚了。韩萧，我绝不会减轻对你的惩罚。按照宗规，既然判我损毁重宝，污蔑同门，那我应该被废除修为，逐出宗门。你说什么？诸位长老，请秉公执法。既然给我安上了这样的罪名，那就请你们在此共同见证。我韩萧今日将退出宗门，与冷疏影恩断义绝。韩萧，你说什么？你想跟我断绝师徒关系？没错，这个逆徒竟然真的跟我断绝关系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心境竟然会出现波澜？不可，这太荒谬了！此事没头没尾，缺乏关键物证，岂能如此草率结案？说的没错，不如请出万象天照镜，此镜一照，可映出一切过往，定能分个是非曲直。韩萧可是咱们宗门最优秀的弟子，立下过多少功劳？是啊，无数年轻弟子都视他为榜样和主心骨。如此人杰，就算真有错，也该从轻发落，怎能这般草率加罪？诸位长老，这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天照镜乃宗门至宝，每启动一次都耗费巨大，又何必为了一个罪人大动干戈？冷疏影，按规矩，只有宗主资格动用至宝。如今宗主已经闭关，你身为其亲传弟子，有代行其实的权利，你可以动用宝镜。前世我唯恐招惹师和邪姐的厌恶，只能委曲求全，担下了那莫须有的罪名。如今真相就在眼前，冷疏影，你会怎么选？没有这个必要。
韩萧，你这孽徒不是很硬气吗？想通过断绝关系来威胁我，别以为我会吃你这一套。既然这是你要求的，那好，我就成全你。这是法则契约，只要你我鲜血滴入，契约即刻成立。该你了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滴血？莫非你后悔了？我早就该想到的。我从来不会后悔。我的好师尊，你明明能够得到真相，却还是固执己见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手摆弄的玩物。你说我有罪，我就要有罪。胆敢反抗就是大逆不道。这辈子我最后悔的决定就是抛弃尊严，成为了你的徒弟。现在，我要修正这个错误。韩萧，你何以至此啊？我知道你可能有委屈，但不妨暂时忍耐一下，等宗主出关，我等必联名进谏，还你一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而且冷疏影毕竟是你的师尊，你孝顺他是应该的。你今天的表现实在过于无礼了。这话不假，身为弟子就要有尊师重道的觉悟。你只不过是被冤枉了一下而已，没必要闹得这么大。现在立刻向你师尊道歉，这事儿就算接过去了。韩萧，快看，你师尊都默认让步了，去跟他说句软话吧。今日的事就此罢手。白鹤仙子，这些年来，小子受您照顾了。哼，他想走就走，我绝不挽留。但以后如果还想继续待在我门下，最好收敛点。今日之事，下不为例。你竟敢！这个垃圾终于把自己作死了，师尊绝不会再留半分情面。韩萧，从今日起，你被逐出师门，以后不果以玉清宗弟子的身份自居，更不能使用玉清宗的任何绝学。若敢违背，我定不饶你。我之所求，本该如此。后会有期。等一下，你这一身修为都是拜宗门所赐，既然要离开，是不是应该全部留下？这可是他亲手带大的弟子，竟然要他变成废人，这未免也太狠心了。真是好大的脸！这些年来，你又何曾教导过我？就连修炼的灵石都是我费尽艰辛自己赚的，和你又有什么关系？什么？韩萧这些年连修炼资源都是自己赚的，没有师尊教导，过得比杂役都不如。那他居然能练到这个地步，这天赋也太恐怖了。不要说这些没用的，你现在的样子真像一只丧家之犬。不管怎么说，宗门也保护了你这么多年，否则你未必能活到现在。你想一走了之，绝不可能。若你真舍不得废掉一身修为，就要在宗门内做10年最低贱的杂役，10年之后一笔勾销。我可不吃你这一套。若是这样就能和你斩断联系，我倒觉得赚了。哼，少在那装模作样，你以为这样就能赢得我的怜悯吗？你是在痴心妄想。小家伙，你快停下！你可以滚了。今天你离开了宗门，就永远不要再回来。去也！这样对他是不是有些太残忍了？几年来，他为宗门立下了太多功劳，而且下一次百宗大会迫在眉睫，除他之外，几乎没人能扛起大梁啊！大惊小怪，他的成就全都是宗门栽培的结果。更何况，我的小徒弟唐七有神王之姿，他俩相比，犹如凤凰比鸟雀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。明晚不换不知所谓。取万象天照镜来，
我要映照监视他的一切，然后公诸于众。这不符合规矩。公开审判中，只有审判者需要被监视，被审判者并不必如此。他既然离开了宗门，以后就不能使用宗门的绝学，我必须要监视他，这样不妥。韩萧打遍同辈无敌手，也招惹了不少怨恨。如今他修为全废，正是虚弱之时。若将他的踪迹暴露出去，必然会有人对他不利。那又如何？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冷真人这是分明想把韩萧逼入绝境啊！他分明是想用死亡来逼他低头，要彻底折断他的傲骨。做师尊的能对弟子狠心到这种地步，也算是独一份了。韩萧，你是自寻死路。如今大患已除，我迟早将你们踩在脚下为奴。白鹤，你要做什么去？这一路上过于危险，韩萧毕竟是我们的晚辈，他现在修为尽失，我想护他一程。不准！为什么？即便恩断义绝，你如此不留余地也太过分了。白鹤，你最好认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是宗门的长老，却要去保护一个叛徒，这成何体统？给我拿下！冷疏影，你们听着，从今天起，谁敢偷偷保护或援助那个叛徒，就别怪我手下无情，以门规处置。这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为了一个废掉的弟子，竟要做到这一步？哼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他不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吗？我今天就要让他明白，失去了宗门的加持，他就是一缕浮萍，只能任人践踏。哪怕他现在后悔了，想求得我的原谅，也必须一步一叩头的跪到我面前，然后再做3年最低贱的杂役，才有可能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结果。我要砸碎你的尊严，让你为了活命跪在我的脚下。无动于衷，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恐怕已经被吓得双腿发软了吧？没有我的庇护，你什么都不是。这几个小子要做什么？莫非是要落井下石？这种趁人之危的事，以前可见得多了。看到了吧？那孽障连宗门都走不出去。师兄大恩，救我们一半！我对你们有什么恩？师兄怕是忘了，当日我练剑走火入魔，命悬一线，是师兄拼死出手相救，护我性命。还有我，犹记得我还是凡人之时，父母得了不治之症，是师兄慷慨出手解我危难，还亲自引我走上修炼之路。师兄曾在受潮中救了我1时3回，难道您都忘了吗？师兄曾传授我炼丹之法，引我顿悟，如此恩德，弟子没齿难忘。还有我也受过师兄的帮助，直到现在，老夫才知道，原来韩萧背地里为宗门做了这么多事情。是啊，这些事他从未提过一个字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还提他做什么？如今我已退出宗门，山高路远，我们后会无期。师兄慢，请允许我们护您一程。我看谁敢再接近那个叛徒，就别怪我宗规处置。师兄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他落难，我若不施以援手，与畜生又有何异？今日宗门若是阻拦，我就退出宗门；若是还要阻拦，那就请杀了我。师兄之恩，一报无悔。师兄之恩，一报无悔。疯了，都疯了！真要是同时处罚这么多弟子，宗门的根基就毁了。韩萧，你竟然瞒着我，悄悄拉拢了这么多人，这明显是早有预谋。
我早就该看出来了，这个山野孽种果然包藏祸心，竟然瞒着我们结党自立，绝对是想分裂宗门。师尊，我也赞同您的想法。师兄平日里总是表现得唯唯诺诺、低调的很，没想到暗地里却拉拢了这么多人。没错，的确是他能做出的事情，我可以作证。这副场景绝对是他早有安排，故意向师尊您逼宫。那他可就要失望了。常言道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罢了，成不了气候，更左右不了我的意志。你们何必如此？为了我这个废人，竟然招惹了这么大的麻烦。前世的我自怨自艾，以为自己是孤家寡人，被整个世界排挤。我以为自己死在孤独里，但我忘了，冷疏影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整个世界。这就是顿悟吗？有一股磅礴的力量涌入我的四肢百骸，自废修为又如何？我定要再度问鼎仙道巅峰。师兄，你怎么停下了？是有什么不舒服的吗？送君千里，终有一别。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该回去了。师兄，您的修为如今已经，还是让我们再多护送一段路吧。万一……打住！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听了吗？师兄别生气，我们听你的就是了。但请师兄记住，不管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能帮你分担。没错，谁如果敢欺凌你，哪怕隔着天涯海角，会把他碎尸万段。即便现在打不过，终有一日，我们也定要让其付出代价。好一群逆徒，竟敢公然跟我对着干！我好好收拾你们一番，还真把我当成了摆设。凭什么？韩萧现在就是个一文不值的废人，不是应该被落井下石、万人脚踏吗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平日里我们根本看不上的韩萧，竟然有这种威望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冷疏影，还是不要执迷不悟了，趁现在还来得及，把韩萧请回来吧。等到宗主闭关结束，一切交由宗主定夺。一派胡言，痴人说梦。他已经是个废人了，再有威望又能如何？用不了多久，所有人都会忘记。没有宗门的支持，他将永无出头之日，到死也只能碌碌无为。真人说的也有道理。古往今来，多少天才被废后一蹶不振，一旦没了根基，重回修炼之路何其艰难。韩萧怕是真跳不出这法轮了。掀起波澜又如何？没有实力，你终究要向我屈服。那是韩萧，他怎么了？大彻大悟，灵魂升华，他了却了心中的遗憾，先破后立，重走修炼之路，将比从前更强。来人，拿出本宗主的令牌，预备厚礼。去问问这小子，愿不愿意加入我乌虚宗？我玄天宗也不落人后，这等良才，当入我宗门才是。怎能让你们专美于前，各凭本事抢人？这怎么可能？那个废物，这是天道雷劫，他的队伍竟然惊动了天道，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韩萧何德何能，这他也配吗？一个刚被废掉的弃徒，转眼惊动天道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还真的是天道雷劫！那不是星辰，那是天地灵气浓缩的无上的机缘，瞬间跨越9个小境界，这太逆天了。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古籍中早有记载，如果一个人极限燃烧潜能，确实能让境界短暂上涨，甚至骗过天道降下异象。那代价岂不是油尽灯枯，灰飞烟灭？他真的疯了吗？为了争这一口气，竟然极限燃烧潜能。昔日百宗大会的冠军，竟然要自毁未来。除了冷真人说的燃烧潜能，真的没法解释这种速度了。为了打我的脸，你竟然做出如此丑陋的选择。韩萧，你的如意算盘早被我看穿了，这一切不过是小丑的表演。师尊，
看他这副样子，潜能恐怕已经快耗尽了。一会儿要是他撑不住，跪着回来向您求饶，您还会要他吗？到底跟我有些孽缘。他若真能及时悔改，我未必不能赏他一点延续生机的灵药，让他苟延残喘的活下去。这还是顿悟吗？这分明是强者重生啊！燃烧成灰也不可能连跨2个大境界，这根本不是燃烧潜力能做到的。飞禽尊王主，走兽敬圣明，狗图吞星月，彻底眼全生。这是成地图上的预言师，竟然一字不差。难道说韩萧有成帝的潜力？这小子的气息明明很弱，我为什么会有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？你别说，我也有这种冲动，膝盖好像不听使唤了，这不对劲啊！玉清宗该不会放走了一条真龙吧？如果是真的，可就有意思了。看冷真人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，真让人不爽。我倒想看看他后悔的模样。我看现在的办法就是赶快给韩萧道歉，把他请回来，这才能解决问题啊！引发了天地异象又如何？败类就是败类，我绝对不可能让他回来。更何况他现在的境界连杂役弟子都不如，我就看谁还会收留这个破烂！快看，是那些大人物，那是掌教级别的霸主，他们全都是为了招揽韩萧而来的。小友，你已是自由身，可愿加入我青丹门？青丹门，那可是炼药师的地呀，地位极高，无数大能都欠他们人情。韩萧若是去了，灵丹妙药还不是随便吃，还愁不能恢复巅峰吗？少年，别听那老头子胡说八道，他们根本就不懂修炼，跟他们走，你的天赋就浪费了。是他，太清宗宗主应少玄，上3宗都出来争夺韩萧了。你想收我为徒？非也，是我师尊想收你为徒。你只要同意，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小师弟。应少玄的师尊，那不就是太清宗的太上长老吗？如果韩萧答应，冷真人见了他也得叫一声师叔。前辈真要如此，要将这个聂刚引入太清宗。你有意见？还是说你反悔了，想要再次收他为徒？怎么可能？这种败类，我绝不会再要。那你就闭上嘴，乖乖的看着就好了。我这也是为太清宗着想。前辈您有所不知，这孽障身怀魔种，您若不信，可以当场验证。带他回去，就相当于带了个魔崽子回家，后果可想而知。原来是个魔崽子啊！亏我刚才还为他感到惋惜，真是一片好意都为了狗。能不能别侮辱狗？入魔之人连禽兽都不如，就应该将其立即斩杀。难怪他能变得这么强，原来是早就成魔了。宁前辈，你也看到了，事到如今你还敢信口开河，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再狡辩也无济于事。韩萧，冷书应所言，可否属实？不属实。事实摆在眼前，你还想抵赖？杀了他！不能让这魔小子活下去，否则不知道他还要害多少人。且慢！他的体内已无魔种，这怎么可能？入魔者必有魔种，怎么会消失了？魔种都不在了，谁还能说他是魔头？不管怎么说，他跟魔族有染是不争的事实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还是除掉为妙。没错，宁错杀不放过，绝不能让他活着离开。按照大陆执法者的规矩，你这种情况，除非有门派愿意为你做保，否则即便不杀你，我也要封锁你的修为，让你永远无法修炼。你现在能否找到愿意为你做保的门派？别看我，玉清宗是名门正派，
怎么可能会为一个魔小子做担保？各位可以随意处置他。韩萧，你就算顿悟了又如何？最终还不是逃不过沦落的命运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按照规定，我要封锁你的修为，让你永远不能修炼。铁曼，我们愿为他做保。是他，合欢宗幽苍月，上一次百宗大战的第2名，仅排在韩苗之后的那个妖女。外道妖女，邪门乱宗也有资格为他人做保。你不服，要不要让我师尊亲自会会你？合欢宗虽然破了，真的很恐怖。没错，10多年前他亲手掀起天下波澜，灭了10几个势力，至今无人能治。听说他那一战后油尽灯枯了，可只要他还没断气，谁敢去惹那个疯子？罢了，合欢宗既然愿意为你做保，按规矩我不会再为难你。但以后若出了事，你们合欢宗要全权负责。如果说前世我对谁心怀愧疚，恐怕也就只有眼前的这个小妖女了吧。小妖女，没想到你这负心人也有今天。你还记得百宗大会时你对我做过什么？你没有资格这么叫我。这架势，两人早认识。听这话口音，这韩萧以前还欠过人家的风流债，竟然还跟妖女有染，真是丢人现眼。看来我的选择是对的，你这种污秽之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徒弟。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你还真是自我感觉良好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救下你，就是为了亲手杀了你？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有什么遗言就快说吧，否则就没有机会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这逆徒，哪怕是死都不肯向我低头，却在那个妖女面前这么轻易就屈服了。哼！没想到几日不见，你不仅变得无耻，而且还长出了一张猴子。以为花言巧语，我就不会杀你？数面之缘尚能生死相依，千年之恩，换来的却只有冰冷的背叛。人和人之间的差距，还真是比人和畜生还要大。上一世，你与我生死与共；这一世，我陪你风雨相依。凭什么？普天之下，他只能对我这样想？你到底怎么了？就好像变了一个人。你这无良的家伙，即便演技再好，也休想骗过我。想要赎罪，让我原谅你，你必须要做到3件事情。我愿意。我还没说条件呢。那我也愿意。我要你加入合欢宗。可以。我要让你帮合欢宗取得下次百宗大会的冠军。此乃我之所愿。还没完呢，我还要让你助我修行。荣幸之至。疯了，都疯了！那可是合欢宗啊，名声极臭，独木难支，眼看就要灭门的破地方，韩萧居然答应了。一个妖女，一个精神失常的天才，这真是绝配啊！空口无凭。那我可以用天道发誓。不必了，我带你去见师尊。你如果再敢骗我，我绝不饶你。这就是合欢宗，简直比荒冢还不入流。这种烂地方，韩萧居然也去。师尊，我带他回来了。天啊，美死我了！世上怎么会有这种美人儿？不是说合欢宗宗主是个不洗澡、长相丑陋的奇科野兽吗？这简直是天大的欺骗！破烂的宗门配破烂的人，
果然绝配。韩萧，就凭这副残兵败将的模样，还想夺百宗大会冠军，真是痴人说梦。你觉得很好笑吗？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，这个冠军我们要定了。自不量力，与其操心冠军，不如快看看你的新师资吧，他马上就要完蛋了。不好，这是道伤发作合并走火入魔的前兆，如果不立刻压制，他会直接命丧当场。师尊，你怎么了？我没。师尊，别碰他！这里可有炼丹的炉鼎？有，库房里有。立刻去准备。另外，有没有镇魔枝、问心草、青红花、九叶参？这个药方，这是7品丹药，菩提丹的药方。这少年难道疯了？他竟然想要炼制菩提丹？有，这些灵药库房里都有，我这就去取。韩萧，你还真是会装模作样。7品丹药，即便是一方宗师级的炼药师都未必有把握炼成，就凭你一个被废的废物，也想逆天改命？那你就拭目以待吧。师尊，我要帮你镇压心魔，你能不能遮住那面镜子？那还不简单？尽管我已是强弩之末，毁掉一面镜子还是能做到的。你敢！这女魔头要毁了天照镜，那可是宗门至宝啊！真人，若至宝受损，宗主怪罪下来如何是好？快撤掉影像吧！你少得意，用不了多久，合欢宗也会彻底消失。到时候我看谁还能庇护你这个废柴！小家伙，快躲开！不要沾染这东西，否则你会没命的。您以为我是何人？区区心魔而已，我又怎会放在眼里？不要！这是你的精神力，如此纯正，如此强大的精神力，简直是心魔的克星。小家伙，难道你就是我命中注定的福星？合欢宗或许真的命不该绝。这就是慕容雅修炼到顶级的合欢天功吗？竟然能让天地失色，草木回春。你动作清闲，再忍一忍，马上就好了。臭小子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！别动！我知道心魔状态下你会变得敏感，但你好歹也是合欢的宗主，难道连这点都接受不了吗？你干嘛那么凶？合欢宗宗主又怎么了？我活了100多岁，还从来没有被异性碰过身体呢。 100多岁还没被异性碰过，这合欢宗宗主竟然是个100多岁的少女，那我轻一点就是了。你再坚持一下。这小家伙倒是跟那些满眼淫邪的臭男人不一样，认真起来的样子还挺可爱的。不消停是吧？还敢撩拨我？可你就是欠收拾！我来了，这些够吗？你真的要炼制7品丹药？你居然还会炼丹？那还用说？认识你这么久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。好了，月儿，这小家伙本事大着呢。起！好强大的操控力，丫头，你这次可真是捡回来个大宝贝啊！竟然真的成了！小心，7品丹药一旦出事，就会引发天雷地火。那个逆徒竟然敢遮蔽天照镜，
真是不知死活！师尊息怒，失去了您的庇护，师兄现在什么都做不到，不过是虚张声势罢了。说的也是，你觉得他那种废物真的能炼出7品丹药？师尊您多虑了，大师姐早就说过，我在炼丹术上的造诣是年轻一辈的第一人。可是就连弟子我，目前也只能勉强炼制出5品丹药。您觉得，就凭师兄那个废人，有可能成功吗？好，不愧是我的弟子。唐七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亲传弟子。往后，我会给你宗门最好的资源，我要让你超越一切对手，成为这世间最耀眼的存在。寒霜，我会让天下人都知道，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芝麻。丢掉了你，我随手就能教出第2个，甚至比你强100倍的弟子。看来这人是铁了心要扶持唐七，彻底舍弃寒烧了。小师弟定能高歌猛进，将那个叛逃的垃圾永远甩在身后。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声音？那是天雷地火。不会吧？天雷地火出，必有奇宝现。难道真的是7品丹药出事了？大家少见多怪了。你们看那雷云，虽然声势浩大，却来得过于急促。唐七，你的意思是？这只能说明，这是一次强行炼丹招致的失败。你是说，那寒萧在强行炼制7品丹药，结果遭到了天道反噬？没错，他不仅失败了，恐怕现在的下场会非常凄惨。仅凭衰九之躯就能一掌劈碎天劫，巅峰时期的他，怕是真有横扫百宗的战力。师尊，快点服下吧。感觉如何？心魔被镇压了大半，只不过道伤依旧，需要慢慢调理。现在你有巅峰时期2成的水准，7品菩提丹竟然只能镇压大半，这心魔果然比我想象更棘手。不过无妨，只要有我在一旁协助调理，不出半年，心魔可消，道伤可除。玉清宗那个丑女人有眼无珠，连这样的宝贝都不要，倒是便宜了为师。为师身无长物，给不了什么见面礼，就只能用抱抱来做奖励了。你先放开，我要窒息了！面对我的魅惑，竟然面不改色，心智果然坚韧。小家伙，你合格了，可以学习合欢天功。不，我胸怀无数绝学，对这种大道不感兴趣。过来吧你，入我门下，当然要成我绝学，你是逃不掉的。合欢天功，大道换万古同心，此乃合欢之道。合天地大道，换万古同心。师尊，我想清楚了，我要学合欢天功。这就对了。不过这第一步实践，拖了吧。拖什么？那还用说，合欢天宫第1层就是房中术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你们2个有完没完？只不过是双修传功而已，用得着弄出这种阵仗吗？合欢锁。没错，合欢锁可以支配一切，只要你的精神力足够强大，就连天道都能强行支配。不好，师尊的御魔体翻了，这是合欢天宫的禁忌秘法，他控制不住了。师尊，你冷静一些，快！用合欢锁反过来锁住我，快！合欢锁，给我反攻！小家伙，师尊对不起，这合欢锁我没收住力。无妨，本就是应急之事，如此这般也还算好。师尊你，这种感觉太踏实了。我活了100多岁，竟从来不知道男人的身体是这种触感。我以前到底错过了什么宝贝？寒萧，你的境界！合欢天宫竟然恐怖如斯，师尊，请自重。
罢了罢了，为师累了。月儿，你带这小家伙去挑选个洞府休息吧。跟我来吧，坏蛋！愁死人了。很好，我对这里很满意。我也对这里很满意，四下无人，正是教训某个坏蛋的好地方。哦，喂，你这丫头怎么突然就不讲武德，玩起偷袭了？偷袭又怎样？打的就是你！欺负我刚刚传完功，不在巅峰状态，你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过分？你还好意思说？当初百宗大会，你抛下我不顾，转身去救你那个大师姐，以为我都忘了吗？我还以为你早就释怀了呢。释怀？韩潇，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你觉得我是那种胸怀广大的女人吗？依我看，你的确挺胸怀宽广的。好啊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还那么闷骚？看我不把脚塞你嘴里！快住手！我根本没有这种癖好。你会有，我发誓。今天我不仅要把以前的账算完，还要把以后的也提前预支了。这是你逼我的。你那位前师尊冷树影要收唐七为亲传弟子了，3日后大典，还好心给我们送了份请帖。为了你这盘醋，专门包了一顿饺子。这老女人为了气你，还真舍得下血本啊！无聊。你真的不去？我若是不去，岂不代表我怕了他？这才对嘛！你以后可是咱们合欢宗的顶梁柱，怎么能怕那群只会玩阴谋的小瘪三？刚好，我也要趁这个机会去找那个陈灵儿算账，新仇旧恨，这次一起报了。听说了吗？今天莫真人要收那个天资过人的唐七为亲传。我想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妖孽，能让玉清宗舍得放弃韩萧那个怪物。师尊，您说师兄今日会来吗？那个叛徒现在玩的就是欲擒故纵的包式，他这种人，看他能忍到几时。合欢宗的人来了。这韩萧被废之后，怎么气场反而更强了？这种威严，竟让我有种窒息感。真是好大的派头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今天的主角呢。韩萧，你这叛徒之前不是挺神气的吗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有骨气，死都不会再踏进玉清宗一步呢。师姐，你这就太高看他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不出1个月他肯定会回来求饶。看，果然被我说中了吧？听好了，今天是小师弟成为真禅的大日子，你要是敢捣乱，我们就把你打成死狗扔下山去。师尊，我们要不要去阻止一下？在这么多宗门面前闹，也太难看了。不必了，对付这种叛宗的孽障，不需要留情。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韩萧，你终究还是舍不得这里，既然来了，必然是有求于我。这一次，我定要好好磨一磨你的傲气。哪来的2张臭嘴，满嘴喷粪，真是恶心。既然没人教你们规矩，本姑娘今天就帮你们清洗清洗。且慢，不要动手。江师姐，你看，她还是从前那个窝囊废，无论怎么羞辱，她哪敢有半点不满？哼，烂泥扶不上墙的东西，你要保护他们。不，怎么，想通了要来认错？想求饶的话，先给我跪着说话。你这垃圾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竟敢打我！我在让你闭嘴，觉得爽吗？我要杀了你！你还真把自己当盘菜了。对你好的时候，你说什么都行。现在我不在乎，你连屁都不是。给爷滚！
大胆！韩萧，你知不知道我们之间身份的差距？你现在只是一个卑贱的叛徒，跟我们相比，你如同脚底烂泥。对你而言，我们就如同神明一样，你竟敢反抗神明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去死！放手！快放手！怎么？你在求我吗？做梦！你这烂泥！对，想让我放手，你就是在做梦。这还是那个温柔的韩萧吗？太暴虐了，他简直变了个人！给我住手！敢在这里逞凶，你已经犯了死罪，少吓唬人了，老女人。这两个贱人挑衅合欢宗在先，就算是被打死，也是咎由自取。你若不服，就去问我师尊。慕容雅那个女魔头，即便油尽灯枯，也不是好惹的。韩萧，你太肆意妄为了，我对你很失望。竟然跟这种魔女混在一起，你还真是自甘堕落。你算个毛，也配对我说教？真是幼稚。你对师妹们出手，不就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吗？现在我站在这里了，你敢打我一下吗？好啊，你也去死！你打我，连我父亲都没动打过我。那你应该谢我，帮你弥补了缺失的父爱。韩萧，你敢当众羞辱我，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！师兄，若你现在给师姐磕头认错，我或许能求师尊从轻发落。有病去治！你，我韩萧与玉清宗恩断义绝，哪怕我死后化作一抔黄土，也绝不落在玄红山一寸土地。南瓜，只要我活着，绝不会让你化作浮萍。小妖女，你这媚功真是乱我定力。不知廉耻的畜生，等我把你踩在脚下，看你还能硬气多久！在大典之上搂抱妖女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够了，拜师大典开始，好好观礼。灵儿，你觉得这逆徒真的是想走？师尊放心，他若真的加入合欢宗，怎会叫那女子妖女？你是说他在硬撑？没错，这不过是欲擒故纵的拙劣戏码。咱们越宠小师弟，他越会受不了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动用举宗之力引天道注释，我要让唐青一步登天。不见阵体，道法招来。冷叔也冷，你们为了省事，竟然敢重复利用我当年刻下的旧阵法，自寻死路。看清楚了吗？这就是小师弟的待遇。你个废物，这辈子连边都摸不着。废话真多，滚！韩萧，看好了，你我之间现在是神与蝼蚁的差距。这种力量太非同凡响了。死到临头还在硬装，漂亮小丑。小七，感觉如何？师尊，我已感悟数倍，从今往后，同辈之中我再无敌手。这师傅俩演技真够恶心的。别急，最精彩的要来了。为什么？师尊，救我！小七，阵法堂的人死哪儿去了？给我修复阵法！真人，所有的阵法都裂了，修不了。修不了就去死，立刻想办法。真人，这引天道阵法法理极其复杂，别说玉清宗，普天之下有能力修的人只有一个人。谁？只要能救小七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。快说！此人曾是我宗的弟子，却被您亲自逐出了宗门。既然你能修，还在这装什么死？立刻滚过去把阵法修复！没听见吗？要是小师弟少了一根汗毛，你这条贱命都不够赔的！我跟你说话呢！给我滚出救人！这是你最后赎罪的机会！你在求我？求你，这是赏你一个立功的机会，懂吗？你毁坏重宝，罪无可赦，救了小师弟，那份人情你到死都还不清。说我偏不修呢？那你今天休想活着离开！韩萧，
够了！这种欲擒故纵的戏会让我更厌恶你。你不就是想重回宗门吗？救活小师弟，我准许你。至于师尊收不收你，看你表现。重回宗门，陈灵儿，在我眼里，你们连屁都不是。救命！师尊救我！我不想死啊！韩萧，小师弟要是出事，这责任你担不起。跟我走！当我是死人吗？滚开！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变强了这么多！是你太拉了。够了，去救人。冷真人，你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说话？我在用强者的身份命令你，若敢不从，杀无赦。哼，冷疏影，身为长辈，竟然用武力逼迫一个少年，你玉清宗的脸都丢尽了。应宗主，这是我玉清宗的内务。你又错了，韩萧早被你逐出师门，他现在跟你们没半点关系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提条件吧。早这样不就好了吗？你还有你，跪下来求我。另外，我还要玉清宗的7星碧血莲。下跪！韩萧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让我们跪？7星碧血莲是宗门圣物，你也敢肖想，简直疯了！我的耐心有限，唐七快变成一滩烂肉了。他不修剑道，倒是可以先修成一具死尸。换个条件，跪拜之时，你消受不起。要么跪，要么等他死。韩萧，你非要做的这么绝吗？比起你们当年对我做的事情，我这算什么？跪还是不跪？灵儿、玉瑶、红秋，为了小妾跪下！师尊，你居然……韩萧，看清楚了，我们是为了救小师弟才施舍给你的。没错，等救了小师弟，今日之辱定要你百倍偿还。韩萧，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。够了，我跪了，收起你卑劣的手段，救人。果然是给脸不要脸。下跪就下跪，别用那种恶心的眼神看我。你又打我，韩萧，我可是陈灵儿。打的就是你这种丑人多作怪的货色，脏了我的手。够了，你要的东西。东西拿了，人也跪了，修阵法。如你所愿。异境精神力，这小子竟然……我成了，剑道感悟圆满了。不愧是我的弟子，唐七，你才是天命所归。韩萧，你也该为刚才的狂妄付出代价，把7星碧血莲交出来，我或许能留你全尸。冷疏英，你要出尔反尔！出尔反尔，你们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那是权宜之计，把莲花交出来，跪下，听候发落。若我说不呢？就碎尸万段！刚才你不是很嚣张吗？现在就让你知道下跪的滋味。废话少说，先断他4肢，看他还敢不敢硬气。冷疏音，你敢欺凌合欢宗，就不怕我师尊吗？你师尊？那个油尽灯枯的废人。韩萧，别演了！你强练菩提丹早已反噬，得不到碧血莲，你和你那魔头师尊都得死。原来是想救命，可惜你没机会了。敢伤我徒儿，你有几条命来偿？合欢宗宗主，这气息哪里像油尽灯枯？女魔头，你竟敢来玉清宗撒野！谁敢伤我徒儿，